你可曾想象过真正的穿越是什么感觉？不是银幕上的特效，不是书本里的文字，而是当你脚步落在青石板上，耳边传来水声与风声，你忽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流淌千年的世界。在这里，每一滴水都记得故事，每一块石头都背负过传说古城的灯火，瀑布的轰鸣，云海的翻涌，寨顶的肃穆，它们不是静止的风景，而是活着的时光。你走进去，心跳会变慢，呼吸会放轻，仿佛害怕惊扰一段正在上演的历史。有人说，张家界最动人的不只是山，不只是水，而是山水之间埋藏的秘密。那些秘密等你来倾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从第一步开始，跟随脚步进入这场属于人文与古韵的穿越旅程。这里是爱旅游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如果您有想看的内容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张家界必去的4大文化秘境，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。凤凰古城，夜幕尚未降临，你已走进一座千年古城，青石板路蜿蜒而下，两旁吊脚楼临水而立，似乎在低语，讲述着早已远去的故事。你仿佛能听见沱江水轻轻拍打岸边的声音，那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召唤。凤凰古城不仅仅是一处风景，它更像是一座活着的历史剧场。苗族与土家族的歌声从古老的木楼飘散开来，空气里混合着炊烟的香气，还有木头经年累月的味道。你走过一座座石桥，眼前的画面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。相传，这里因清朝文学巨匠沈从文而闻名于世。他的文字把这片土地写得唯美而神秘，边城里的翠翠仿佛就在江畔徘徊。许多人来到这里，不是为了寻找热闹，而是想追寻书中那份宁静与哀愁。清晨的凤凰最为动人，薄雾笼罩江面，渔舟缓缓划开水波，像是从古画里驶出。吊脚楼上的红灯笼映照在江水里，微微晃动。你若驻足，便能看见古城人家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。生活在这里，永远不疾不徐。
而夜晚的凤凰则是另一番模样，灯火点亮江岸，仿佛繁星落入凡间，人们倚在栏杆上，静静听着酒肆里传出的歌声。苗族姑娘的银饰随舞步叮当作响，那清脆的声音像是古城心脏的律动。走进古巷深处，你会发现许多残破的石雕墙上斑驳的痕迹，它们不是被遗忘的废墟，而是时光留下的印章。那些不起眼的痕迹诉说着古城曾经的繁华与磨难。抗战时期，这里曾是重要的西南通道，物资、军队、消息都在此中转。古城的安静外表下，曾涌动过滚烫的血脉。今天，当你站在沱江边，看见静静流淌的江水时，谁又能想到，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早已沉入江底？有人说，凤凰是一座让人不舍得离开的地方，因为它既能让你体会到古老的宁静，也能让你看见生活的烟火。白天的市井热闹，夜晚的江灯摇曳，皆汇聚成一种独特的气韵。在这里，你可以一边啜饮米酒，一边听老人讲述苗族的传说。你可以在雨后的小巷随手拍下一扇雕花的木窗，哪怕是一次转身，眼前也会出现恍若穿越的画面。而当你要离开时，凤凰古城往往会让人心生留恋。你会想起江水上的那盏灯，想起巷子里的那一声笑语。它不是一座冷冰冰的古迹，而是一段被岁月延续至今的故事。或许这就是凤凰的秘密，它让人走进来时带着好奇，离开时却带走一份无法言说的情感。那情感像沱江水一样缓缓流淌，永不停歇。二芙蓉镇，第一声水响从脚下传来，像有人在你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。你抬头就看见瀑布从高高的石壁直泻而下，千万缕白练汇成一片，轰鸣扑进小镇的怀抱。水雾扑面而来，像是有人在你眼前轻轻揭开一层帘子，让你看见芙蓉镇真正的模样。
这里古名王村，几百年来，镇子因水而生，因瀑布而名。石板街沿着山势蜿蜒，吊脚楼临水而立，水声从镇子中央穿过，就像一支永不散场的乐曲，把柴米油盐与千年历史连接起来。你走进巷子，脚下是被雨水和人群打磨得发亮的石板，街边摊冒出白雾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米豆腐被端到你手里，那是芙蓉镇最日常的味道。柔滑的米香与火辣的红油交织，仿佛把山水的性格也融进舌尖。你轻轻吹一口热气，心里却已经被填得很满。瀑布是这里的灵魂，你顺着石阶拾级而上，走进瀑布背后的通道，轰鸣声被放大，仿佛整个镇子都在你的耳边呼吸。水雾近的可以在睫毛上结成一层细小的晶珠，你伸手触摸湿漉漉的石壁，苔藓与水滴构成了一行行无人能解的旧字，仿佛镇子在悄悄给你讲秘密。站在瀑布背后，你能看到另一种世界，水帘像幕布，把外面的镇子隔在朦胧里。游客的身影模糊而奇幻，仿佛一场缓慢的影子戏。你突然觉得现实与梦境的界限，其实只隔着一层水。夜幕降临，瀑布换了妆，灯光投射上去，白色水流瞬间化成金色的银河，溅起无数细碎的星辰。吊脚楼点亮红灯笼，水雾里浮动着柔和的光晕。你站在桥上，心口微微一紧，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一个古老又温柔的神话。传说在这里从来不会缺席。老人说，镇子里的瀑布是龙的化身，镇守着人们的安宁。夜晚的水声是龙在沉睡，也是龙在守护。你听着轰鸣，竟有一瞬间相信那水雾里真的潜伏着一条巨龙，静静吐息。石板街越往里走，越能感受到厚重的时光。墙壁斑驳，门环冰凉，木窗的雕花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。你轻轻推开一扇门，闻到的是腌菜和木头的味道。屋里老人低声讲述旧日故事，说当年这里曾是物资集散地，盐与茶在此交错，商贩与挑夫在巷子里喊着号子。你走到高处，
俯瞰整座镇子，屋瓦错落，水声贯穿始终。你会发现，这里从来不需要宏大的雕饰，瀑布就是最自然的舞台布景，而人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永不谢幕的戏剧。每个游客都是观众，但走久了，你也会成为戏中的一角。离开芙蓉镇之前，你再一次停在瀑布前，水声如雷，裹挟着大地最原始的力量，狠狠砸进你的耳膜。可奇怪的是，你并不觉得恐惧，反而感到一种久违的安定，仿佛这水声正在替你洗去心里的杂念，只留下最纯粹的自己。你深吸一口湿润的空气，转身踏上归途。瀑布依旧在轰鸣，古镇依旧在呼吸。你知道这座小镇不会因你的离开而停止，它会像千百年来一样，把故事织进水声，让后来的人继续听。三元佳界，清晨的雾气像一层厚重的纱，把山林紧紧裹住。你还没看清山峰的轮廓，就先听到风在林梢穿行的低语，忽远忽近，像大地在轻轻呼吸。你把手搭在栏杆上，屏息等待。渐渐的，雾帘被阳光一点点拉开，奇峰像从深海里浮出的巨兽，直立在天地之间。这里就是袁家界，石柱林立，云雾缭绕，仿佛一座悬浮的世界。第一眼，你便被震慑。一根又一根高耸的石柱拔地而起，像无数画笔，直插天空。岩壁上是风雨雕刻的纹理，粗犷又细致，仿佛某种远古生物的皮肤。你目光追随，终于落在那座最著名的石柱上——乾坤柱。因阿凡达而被世人熟知，它的别名是哈利路亚山。此刻你才明白，为什么电影里的悬浮山会诞生于此。山风卷过迷魂台的边缘，一阵轰响。你走近，俯瞰脚下，万丈深谷像一口无底的大锅，林海翻涌，仿佛大地在缓缓呼吸。忽然一声鸟鸣从谷底冲上来，锐利的像一支箭，刺破云雾，直击心口。你猛地收回视线，心跳不受控制的加快。你明白，这就是敬畏的本质。继续前行，远处那座天然的天下第一桥显现出来，两座山峰之间，一块巨大的岩石横空架起，
宛如天地在此刻紧紧握手。行人从上面缓缓走过，每一步都像在云端落印。你站在远处凝望，胸口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紧，仿佛只要踏上那桥，自己就会成为天地契约的一部分。阳光斜斜洒下，枫林的颜色从深绿到墨青，再到金黄，像一支巨大的画笔在大地上泼洒。每一缕光都让石柱的线条更锋利，山影更孤傲。你突然想起古老的军阵，无数士兵沉默伫立，只以时间为旗，守护着脚下的土地。此刻你明白了雄浑这个词的真正重量。山道旁，一位背夫停下来换肩，他肩上的绳索勒出深深的痕迹，背篓里装着生活必需品。他冲你一笑，说：山把气力借给人，人也得把脚印还给山。短短一句话，像是从山体里磨出来的哲理，让你在这片壮阔前突然找到了和土地对话的方式。猴群从树林间跳出，它们大胆地靠近，探头张望，甚至伸手拉你的背包拉链，像个调皮的孩子。游客的笑声在山谷回荡，被风一阵阵推远。你笑着驱赶它们，却一跃而上，消失在更高的枝桠间。顷刻之间，你感到这片石林并非冷漠，它有脾气，也有顽皮的一面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云起云落，山峰忽隐忽现。你走到观景台，忽然看见远处枫林像海浪一样层层叠起，连绵无尽。风吹过松林，发出细细的低吟。你站在这天地间，感觉自己无比渺小，却又因这渺小而心生壮阔。四黄石寨，有人说不上黄石寨枉到张家界，于是你踏上山路，准备亲眼去见证这句古老的传言。清晨的风很轻，松林的香气被推得很高，像一首古曲的前奏，带你慢慢走进山的胸膛。石阶弯弯曲曲，仿佛引着你走向一场命定的相逢。黄石寨被称作张家界第一寨，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地势险要，更因为站在山顶，你能俯瞰群峰如林，万象奔涌。山道两旁，青苔在石壁间蔓延，滴水从岩缝落下，
像是时间的沙漏，一滴一滴永不休止。你一步一步向上，心里渐渐有了期待。登上观景台，眼前的画面骤然展开，无数石峰拔地而起，密密麻麻，如同一支古老的军阵。他们沉默站立，任凭风雨剥蚀，却始终不动分毫。你忍不住屏住呼吸，仿佛一声咳嗽都可能惊扰着万年的肃穆。那一刻，你觉得自己渺小到极致，却又因此而心生浩大。寨内有一块巨石，名为六奇阁，传说能一眼望尽6种奇景，雄奇、险峻、秀幽。你立足石旁，果然所见皆不同。有的山峰像利剑直插云天，有的峰壁却如画卷舒展，每一块岩石都在用自己的姿态说话，讲述大地的故事。你静静凝望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无言的敬意。继续走，你会遇到一处险道，名为夫妻岩。2块高耸的石柱并肩而立，像一对彼此守望的恋人。导游轻声讲述传说，很久以前，这里有对青年男女，为了爱情不顾阻碍，誓要生死相随，天地感动，将他们化作石柱，永远相依。你抬头望去，风在他们之间穿行，仿佛那份坚贞至今未散。午后的阳光落在山谷间，鸟鸣此起彼伏。你在寨顶长廊稍作歇息，微风吹来，带着松枝的味道。远处的群山层层叠叠，宛如一幅巨大的水墨长卷，笔触浓淡相宜。你想伸手去触摸，却发现它真实的无法描摹大自然的画笔，比人类任何技艺都更加从容。山中不只有石峰，还有生灵。猴群从林间窜出，灵巧地在树枝间穿行。小猴大胆靠近，眼睛清亮，像在好奇打量这位陌生的来客。你微微一笑，掏出一点点零食，他们欢快地接过，发出尖细的叫声，笑声与风声交织。整个黄石寨在那一刻多了几分灵动。傍晚时分，天色渐渐沉下来，夕阳把山谷染成金红色，枫林的轮廓清晰得像刀刻一般。你站在寨顶，看见光线一寸一寸褪去，阴影在谷底蔓延，胸口微微收紧，仿佛见证着时间在眼前缓慢流逝。你突然明白，这一幕壮美不是留给匆忙的人，
而是留给愿意等待的人。在回程的路上，你依旧不舍回头。石阶在月光下泛着冷冷的光，像一条通向梦境的长廊。你知道，黄石寨不会因你的离开而失色，它会继续沉默站立，用亿万年的姿态守护这里的云雾与山峰。离去的最后一眼，你看见枫林在夜色中渐渐模糊，却愈发深邃。你心里涌上一句话：人能活100年已是幸运，而这些山早已活过1000万年。你带走的是敬畏，是震撼，是一份从心底涌出的力量。它会在你未来的日子里悄悄提醒你，保持坚定，向上而生。当你走过古城的巷子，听过瀑布的轰鸣，抚摸过石柱的纹理，站在寨顶仰望星空，你会发现，这趟旅程从不是一场单纯的云旅游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你自己。凤凰古城让你看见时间的温柔，芙蓉镇让你听见水的力量，袁家界让你体会天地的震撼，黄石寨让你学会什么是坚定。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灵魂的叩问，你走过，它们便留在了你心里。而真正的秘密是，这些山水并不会记住你，却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当你迷失方向时，轻轻浮现，替你照亮前路。因为旅行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个开始。关注我，我是爱旅游，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。